候选人中，除了前总统之子小马克思，还有现任副总统莱尼·罗布雷多。此外，还包括拳王帕奎奥和前影星、现任马尼拉市长多马戈索等人。但当地媒体普遍认为，大选已经没有悬念。根据4月底的民调，现年65岁的小马克思延续了此前的领先优势，以56%的支持率领跑。而从票站现场情况来看，前来投票的菲律宾民众也大多身穿红色衣服。红色是小马克思的应援色。实际上，现在民众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因为疫情导致的这个民生问题、这个失业问题。那么正好，马克思他打的就是这一张牌，就是民生问题、经济问题。那么他所提出的这些口号的重点，包括了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了就业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正好是民众所需要的。被外界称为“邦邦”的小马克思，来自菲律宾最受争议的家族之一。他的父亲老马克思曾于1965年当选菲律宾总统，非国内对其执政表现评价毁誉参半。支持者称，当时是菲律宾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医院、文化中心等公共设施得以建成。反对者则批评老马克思的铁腕施政，以及在掌权20年后被控竞选舞弊而被迫下台，不得不带着整个马克思家族流亡美国夏威夷，3年后客死异乡。而小马克思的母亲伊梅尔达一直很活跃，带领家族逐渐重返菲律宾，并重塑马克思家族的政治地位。小马克思曾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但均未毕业就返回菲律宾从政。依靠家族影响力，23岁就曾在家乡北伊罗戈省担任副省长。2016年大选中，小马克思在副总统竞选中拿下超过1400万票，仅输给最后当选的罗布雷多26万票。菲律宾现在的一般的选民大概只有不到25岁，所以这意思也就是说，这大部分的选民都是在马可西统计之后才出生的。根据小马可西他们内部的调查，他也了解到菲律宾这个年龄的阶层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在6年来，可以说他大肆的在经营这个社交媒体除了 Facebook 还有这个 TikTok Twitter 等等。那他的团队非常厉害，请了很多非常杰出的人才，在替他做这个短视频还有一些社交媒体的文案。小马克思的表达能力很一般，也不善于面对公众镜头。在2016年竞选副总统时，被主持人要求回答16个关于菲律宾的常识问题，他只答对了7个。而小马克思的短板却因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女儿莎拉的加盟得以弥补。莎拉曾是总统的有力竞逐者，但她却在风头最盛的时候转而投入小马克思的团队，作为他的搭档竞选副总统一职。根据选举规则，菲律宾副总统选举与总统选举分开举行，因此有可能出现正副总统当选人来自不同阵营的状况。不过，莎拉至今仍稳居副总统候选人中民调第1的位置。莎拉作为杜特尔特最喜爱的孩子，自幼任性而独立，在公在私都是一名果断泼辣的女汉子。与小马克思不同，莎拉非常擅长于应对媒体，临场反应也很快，在多场造势活动中表现优异，拥有不少铁粉。小马克思和莎拉宣布联手后，菲媒拉普勒首席执行官雷萨曾分析称，杜特尔特在菲律宾南部的受欢迎程度，加上马克思家族在北部的受欢迎程度，将会创造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菲律宾作为美力推的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未来领导人对中美的态度也备受外界关注。尽管马克思家族和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非媒普遍认为，马克思与美国的联系已经是过去式了。菲律宾资深媒体人黄栋兴向深圳卫视分析认为，美政府数次背叛马克思家族，导致小马克思心灰意冷，非美关系预计不会有进一步进展。可以说，小马可西对美国人是心感痛绝。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传统上，菲律宾跟美国有这个经济同盟的关系，军方大部分是倾向于美国的。菲律宾过去的总统，基本上都要跟军方打好关系，他的那个位置才坐得稳。所以我们也意见说，假使小马可西比较亲华，但是在防务以及经济上，
它基本上还是会维持跟美国的这种联动。从小马克思目前的公开言论来看，他在非国内被普遍认为对华态度友好。马尼拉时报称，避免在南海的军事纠葛，并保持非对抗性的状态是小马克思对华政策的基石。今年1月，小马克思也表示，杜特尔特和中国的接触方式是菲律宾的唯一选择。中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对华关系影响着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正是基于对小马克思胜选态势及其外交取向的预判，美国 CNN 电视台酸溜溜地评论，菲律宾选举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右翼胜利。CNN 引述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东南亚资深研究员库尔朗茨克分析，菲律宾对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种种迹象显示，未来在处理南海问题时，小马克思的立场会与现任总统杜特尔特更接近。过去6年，杜特尔特执政之下，中菲关系是应该说是发展得非常顺利。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加强对所谓印太地区的这种投入。小马克思他如何去平衡这样一种来自美国的压力，也是重大的挑战。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尽管在这次竞选之中，反对派一直在炒作所谓的南海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小马克思的支持率到现在仍然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其实在民众层面，大家可能并不关心菲律宾在美国之间选边站这样一些所谓的战略性的问题。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小马克思如果未来执政，他的这个政策的空间性是很大的。